最近呢，有关于波兰的消息真的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上月底，100多名瓦格纳雇佣兵刚现身白俄边境，紧接着波兰国防部便发现了自家领空在8月1号遭到了白俄直升机的闯入。为此，波兰国防部决定在与白俄接壤的边境地带和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附近大幅增加兵力。目前已知的消息显示本次波兰2处边境地区的兵力将达到18万，而且还从各地调来了坦克等重型装备以及200架战斗机。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天8月3号，波兰国防部长波瓦什恰克授予了前线部队可以根据情况开火的权利，也就是说，战斗就一触即发了。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波兰以18万重兵防守边境，甚至还让前线士兵随时准备开火呢？根据8月1号波兰国防部消息，2架白俄罗斯直升机在边境附近训练时突然入侵了波兰领空。这次越界事件呢，发生在了比亚沃维耶扎地区，并且直升机飞行高度非常低，难以被军用雷达系统察觉到。对此呢，波兰按照相关程序已经向北约报告了这一事件，并迅速向边境地区增兵。对于波兰方面的指控，白俄国防部则回应，该国武装直升机确实在边境处进行训练，但并没有侵犯邻国领空。波兰的指控完全是不实谣言。而且此前有消息显示，白俄方面为了避免直升机训练时发生误判，因此提前将演习计划告知了波兰。讲道理波兰和白俄双方事先已经打好招呼了，不应该发生这样容易引起冲突的事情才对。难道是白俄不讲武德，把波兰给耍了吗？事实上呢，波兰之所以会如此紧张，究其原因呢，还是因为7月31号俄新社报道的一则消息。当时呢，俄外交部第2独联体国家司司长阿列克谢·波利修克对外表示，白俄已经和俄罗斯进行了深度合作，两国会在所有兵种上成立联合训练中心，两国士兵将会根据训练内容进行频繁的军事演习，保证两国边境地区的安全，使俄白联盟拥有足够的震慑力。有朋友可能会有疑惑俄罗斯不是早就把核武部署在白俄了吗？即便两国军事上再怎么加强合作，也不至于逼得波兰调集重兵镇守边境这个问题呢，就涉及到了波利修克最后提到的俄白联盟了。所谓的俄白联盟，其实就是叶利钦和卢卡申科搞出来的苏联青春版。由于苏联解体之后呢，掌控俄罗斯的叶利钦和乌克兰、摩尔多瓦等国在分割黑海舰队德涅斯特沿岸问题上差点大打出手，这使得他急需在独联体内部寻找一个可靠的伙伴，树立关系的标杆，让这些不听话的小弟传递苏联虽然不在了，但我俄罗斯依然是你们的大哥呀。恰巧这时刚独立的白俄日子也相当难过，由于苏联时期白俄内政过度依赖其他加盟国的输血，所以在苏联解体后，白俄便立刻失去了经济靠山，国内民众是吃不好饭，生活也得不到改善，其政权必然会有被颠覆的危险。因此在卢卡申科上台后呢，便立刻抱紧了叶利钦的大腿，主动俄罗斯化。在两位领导人的推动下，俄白两国开始在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实现联合。1997年正式签订了建立俄白联盟条约。起初的俄白联盟由于不涉及军事上的联合，因此从本质上也可以说是俄版的欧盟。从时间来看呢，俄白联盟第一次有军事上的联合是在今年3月底，当时卢卡申科向普京申请在白俄境内部署战术核武。由于当时英国援乌挑战者2为其配备的弹药中包括了贫铀穿甲弹，乌军呢也有意开启大反攻，于是普京迅速同意了白俄的请求，并在4月初开始为白俄训练相关人员，计划在7月1号完成核武部署。说实话，由于部署在白俄的战术核武器控制权仍然属于俄罗斯，而且核武这种装备主要还是起到威慑作用，所以即便是白俄主动申请，作为邻居的波兰也没有太过在意。直到7月中旬，卢卡申科又批准白俄将与俄罗斯建立联合训练士兵的作战训练中心，才引起了波兰的重视。至于为什么咱们前面提到了这项协议几乎涉及了白俄和俄罗斯的所有军种，并且他们还准备定期举行大规模联合演习，而瓦格纳残部在进入白俄后也极其不安分。根据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所言，白俄一直希望波兰打开边境，让白俄难民进入波兰，而波兰呢一直没有同意这个要求。
再加上最近这段时间有超过100名瓦格纳雇佣兵向苏瓦乌基走廊移动，这些人呢，后续很有可能伪装成难民进入波兰，从内部破坏该国的稳定。看到这里啊，各位可能会产生一个疑惑：波兰不是北约成员国之一吗？难道瓦格纳就不怕挑起与波兰之间的战火之后，导致白俄陷入被北约国家围攻的窘境？这么做对瓦格纳又有什么好处呢？事实上啊，在北约集体防御条款中，有一个绝对不能被忽视的重要因素，那就是像瓦格纳这种私人武装对北约成员国发起的进攻行为可以不受限制。所以，即便瓦格纳对波兰发起袭击，北约其他国家也没有正当理由对白俄、俄罗斯发起反击。至于瓦格纳为什么要这么做，大兵认为普里戈金是在讨好普京。从俄乌战争开始至今，波兰作为乌军最大的后勤保障中心，俄罗斯一直是没有什么好办法来对其进行克制。而瓦格纳隐藏在苏瓦乌基走廊，则会让波兰头疼不已。毕竟卢卡申科和普京会面时，特意提到了瓦格纳士兵想去波兰旅行，这明显是话里有话。对此，波兰自然是心知肚明，才有了大量波兰部队驻守边境，甚至波兰防长布瓦什恰克下令允许边境地区波兰军队根据情况向白俄开火的情况。那么这次白俄和波兰会不会交火呢？大兵认为是有可能的。当然了，这是因为瓦格纳进入白俄是俄罗斯的一步棋，这个咱们后边聊。而从波兰的角度出发，其实呢，他们也在等一个机会，因为从历史上看呢，波兰在上千年里足足被灭国3次，瓜分了6、7次，而每一次的灭国和瓜分都少不了俄国人的积极参与。因此，要说欧洲各国中谁最恨俄罗斯，那绝对是非波兰莫属了。而且了解波兰的朋友啊，应该知道现在的波兰领土对比二战开打前整体向西后移了200多公里。也就是说，现在白俄西部的半数领土也属于波兰，东边失去的土地则换成了西边从德国要来的领土。那么既然波兰赶在二战后张口向德国索要二战赔款，他们对在二战中失去的领土或多或少也有一定想法，如果有合适的机会，自然要把握。不过之前俄罗斯曾表示，一切攻击白俄的情境将被视作等同于攻击俄罗斯，俄方将采取一切可用手段予以回应。因此波兰如果向白俄开火就不太合适了，毕竟同时应对瓦格纳、白俄、俄正规军3方，那么消耗会很大。为了避免俄罗斯产生应激反应，按下使用核武，抱着大家一起完蛋，波兰有可能会像乌军的自由俄罗斯军团一样，由志愿者在白俄边境发起特别军事渗透行动。这样一来呢，进攻规模不大，既可以避免俄罗斯应激，又可以像瓦格纳一样让白俄不舒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波兰持续的骚扰无疑会促使白俄和俄罗斯向边境增加兵力来防守，届时建制的瓦格纳士兵也可能会越境对波兰发起攻击。理论上来说呢，波兰受到攻击，北约是需要启动共同防御条款的，但咱们前面提到了，北约不会将瓦格纳视为国家武装，所以波兰要自己解决问题。而根据6月30号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的评估报告显示，瓦格纳残部进入白俄后，建立了3座庞大的野战营地。在奥西波维奇附近营地中，美国侦察卫星显示，其地面至少布置了303顶大型帐篷。如果按照1顶帐篷容纳50人计算，那么1座野战营地可以容纳 1.5 万名瓦格纳士兵，3座则能容纳 4.5 万名。考虑到瓦格纳进入白俄后，招募兵员将不再受俄国防部限制，因此即便3座野战营地住不满，瓦格纳的实际兵力应该也是会超过此前对外宣称的 2.5 万人。这种规模的兵力虽然会对波兰构成一定威胁，但白俄不太可能为其提供大型的重型装备，因此对付起来不算困难。毕竟有空中支援的正规军，打瓦格纳这种雇佣军简直不要太轻松。根据8月3号的报道，波兰武装直升机部队已经进驻边境地区的2个机场。这批波兰武装直升机飞行员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有实战经验，武装直升机挂满导弹和火箭弹，以在发生冲突事件的时候可以第一时间快速投入战斗。同时，波兰大量重型装备地面部队也在陆续向波白边境97公里的苏瓦走廊集结。当然，如果白俄或者俄空军为了瓦格纳提供空中支援，那么完全等同于对波兰宣战了。如果是这样，那么俄白联盟的正规军可有大苦头要吃了。
目前俄罗斯深陷乌克兰战场，能够给白俄提供的帮助相对有限，所以波兰和白俄之间爆发战争，白俄很大概率会孤军奋战。而波兰那边呢，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一旦开战，德国及西欧国家大概率会坐不住，即便不上场，对波兰的援助力度相比乌克兰来说也会只多不少。有关波兰和白俄双方的军事实力呢，大兵在这期节目中提过，这里就不再重复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综合来看，如果普京借助现阶段瓦格纳身份来收拾波兰，使北约其他国家没有正当理由对白俄、俄罗斯发起反击，那么最终导致的结果呢，对于白俄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儿，很有可能会让白俄引火上身，使其边境地带与之前俄境内的别尔格罗德州一样被波兰渗透，得不偿失。当然了，大兵不相信俄罗斯会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瓦格纳这颗棋子未来很有可能会调转方向，再次对立陶宛出手。关于这个话题呢，大兵之前也聊过，最终给出的结论呢是有波兰和北约在，瓦格纳是拿不下立陶宛。但现在的情况是，7月27号，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明确表示，根据北约第4章规定，北约成员国被他国攻击应视为对所有成员国的攻击，如果立陶宛和波兰受到攻击，北约军队将协助军事打击。紧接着滕贝格多说的一句话就有意思了，仅限于成员国受到国家攻击，对于私人武装无效。也就是说，如果立陶宛遭到了瓦格纳的攻击，那么北约军队则不会提供帮助。目前呢，立陶宛的现役兵力大概在2万人，并且有着9万人左右的预备役。立夏呢，主要是以陆军为主，除了各种轻型装备以外，配置有狼式步兵战车、PZH-2000 自行火炮等重型装备，以及米8、米17直升机等，可以为己方陆军提供一定的远程空中火力支援。其综合作战能力呢，对比兵变前的瓦格纳可能就不太够看了。不过现今瓦格纳已经上交了重型装备，因此立陶宛军队的作战能力并不比瓦格纳差多少。但是假设瓦格纳采取渗透作战的话，那么时间长了，立陶宛也是吃不消的。从地理位置看，届时能够帮助立陶宛的也就只有波兰了。而根据这个信息，大兵最后做个预测，哪天波兰和立陶宛突然签署了军事互助协议，那么就证明北约已经确定瓦格纳真的准备对立陶宛动手了。同时呢，也证明北约开始加速对俄罗斯的消耗了。那么各位朋友认为俄罗斯会不会跳入这个圈套呢？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视频再见。